各位观众老爷们，大家好，这里是惠子。今天要向各位介绍的人物是神奇宝贝初代的女主角小霞。小霞是关东地区华兰道馆的馆主，水属性神奇宝贝专家。作为家中4姐妹年龄最小的一个，她性格十分傲娇，常常自称为世界第一的美少女。不过小霞强势的性格下，却有着一个很大的弱点，她非常怕虫属性的神奇宝贝。一看到虫属性神奇宝贝，往往就会手脚发软，大声尖叫。这一弱点直到她在阿罗拉地区再次回归，仍然没有得到改善。下面就来全面介绍一下小霞收服过的所有神奇宝贝吧。1. 角金鱼。角金鱼是小霞在动画中使用的第一只神奇宝贝，但可惜的是，它只有在有水的地方才能战斗，而且实力也偏弱，所以几乎没啥存在感。2. 海星星。海星星同样是小霞在遇到小智之前就收服的神奇宝贝，但相比于角金鱼，小霞使用它的时候更多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日月篇参访研究所关都地区宝可梦的途中，海星星也时隔多年再次登场了，并击败了火箭队的喵喵机器人。3. 宝石海星。宝石海星是海星星的进化型，能力各方面自然要强一些，但是小霞更偏爱于海星星一些。宝石海星的战斗场面相对较少。3. 墨海马。墨海马是小霞在旅途中第一只新收服的神奇宝贝，它可以说是小霞队伍里最聪明的一位了。在一次火箭队捉走了大家的宝可梦时，他机智的一路上喷墨，正是这些墨引导小智一行人找到了火箭队。可惜的是，墨海马的体力却并不好，旅途还未过半就被小霞留在了华兰道馆。4. 可达鸭。可达鸭可以说是小霞手里最出名的宝可梦了。看起来很傻的它，只要头疼就立马能爆发出惊人的实力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，观看剧情的时候特别希望鸭神发威呢？另外要说的是，在日月篇中，鸭神也再次回归了。此时的他已经能够自由地使出水系绝招，看起来强大了不少呢。不过性格方面貌似还是那么憨。5. 波克基谷。小智一行人是在一个大峡谷中发现的波克比的蛋，小智、小霞、小刚和喵喵为了争夺这个蛋的所有权而进行了比赛，但由于波克比孵出来时第一眼看到的是小霞，所以尽管小智获得了胜利，波克比还是认为小霞是他的妈妈。之后的旅途中，小智一伙人可以说给了波克比无尽的宠爱，可以说他就是个长不大的孩子。然而后来为了保护波克比乐园的伙伴，他进化成波克基谷来守护他们。6. 牛蛙精。因为小智和小健中了麻痹粉的关系，小霞跟当时还是蚊香蝌蚪的牛蛙精结缘，并最终收服了他。之后在成都区，小霞和小智在争夺小巨鳄的战斗中进化成蚊香菌，实力强大了不少。本来小霞一直是希望蚊香蛙进化成有肌肉的快蛹蛙的，然而却阴差阳错的进化成了牛蛙精，而且还成了一个逗逼。7. 太阳珊瑚。太阳珊瑚是小霞在漩涡猎岛上收服的宝可梦，小霞用它参加了漩涡猎岛大赛，获得了前8强的好成绩。之后太阳珊瑚经常在小霞的后半段旅程中被使用，但遗憾的是，可能因为人气不高，无影结束后太阳珊瑚就再也没出现过了。8. 陆丽丽。陆丽丽是小健送给小霞的，还记得小霞曾经想要收服一只玛丽鹿吗？所以这次有了陆丽丽后，小霞非常疼爱她，经常把她抱在怀里，就像是当初的波克比一样。但是在日月篇中，陆丽丽却再也没有登场过。9. 爱心鱼。爱心鱼是小霞在华兰市附近的海域收服的，同样的小智也是不知道的。在放送局里，小霞的爱心鱼还有个名场面，那就是和她姐姐的爱心鱼一起接吻跳崖，简直震撼无数单身狗啊。10. 暴鲤龙。小霞在回到华兰道馆后，刚好碰到了一只刚刚进化的暴鲤龙闹事。要知道小霞是最害怕暴鲤龙的，但在乔伊小姐的开导下，成功克服了这种恐惧。暴鲤龙也不负众望的成为了小霞队伍里的支柱。在模拟道馆战中，小霞的暴鲤龙首次进行了 Mega 进化，一度在与小智的皮卡丘的对战中占据上风，但最终还是被皮卡丘的 Z 招式终极福特狂雷闪击败。以上就是小霞的常用神奇宝贝啦，
可以看到小霞的大部分神奇宝贝都是挺受欢迎的，其中最强的应该就是暴力狼了吧。虽然我觉得鸭神也挺牛逼的，但是能力太不确定性了。最后求个关注啊，各位观众老爷们。